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川普跟习近平热线，那是不是代表两方的关系要变好了呢？因为就在就职前3天跟习近平通话，两强要让世界更和平安全。习近平祝贺川普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的互动，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的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川普呢也感谢习近平的祝贺，而且很珍视这个习主席的一个伟大关系希望能够持续的保持通话沟通，尽快能够和习近平见面。那两国的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跟渠道，就两国共同的关系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那美国总统呢就职前热线，那川普跟习近平谈的内容，其实现在也曝光了，说对中美都非常好。那川普也证实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并且表示这通电话呢，其实对两国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有些中国大陆的学者呢，也开始分析一些脉络了，说未来有一段时间将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来做定调。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说，这次通话要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定调，对今后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好，那再来看到，那除了通电话之外呢，那美国现在的关税战到底对中国大陆有没有用呢？现在高关税磨刀霍霍供应商链剉咧蛋，因为现在川普也计划在20号的就职之后，立即签署一系列的行政命令。那其中呢，包括受到瞩目的就是对进口的这个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政策。那这样政策呢，将重塑美国的经贸体系。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分析说，川普的关税威胁已经让垃圾债的市场陷入恐慌。彭博的报道指出银行家正在赶在川普就职典礼前完成融资交易。那贷款机构呢，向借款人提出大量的问题，并且开始降低风险。另一部分呢，美国盯上了中国大陆的造船业，准备加税，下一步要惩罚行动交由川普来做决定。美国政府呢一项调查做出结论认定中国大陆呢不公平的补贴有利本国的造船业，伤害到美国的竞争同业。那这个决定呢可能会为美国加征关税来做个铺路。那世银也警告说，关税人若出手的话，恐怕会引来报复。全球GDP 的成长恐怕会掉0.3个百分点看起来也是会有些经济上的影响到。那甚至呢，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这个1兆美元那现在的关税战中呢优势巨大，因为根据统计现在这个2024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到了这个3600亿的美元比2018年川普首次加征关税时还高出了23%。那现在有资深的经济学家就分析所有东西呢都是中国制造，那中国呢再也不像过去需要全球其他的国家了。那2024呢，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的将近1兆美元，那这个呢，表明西方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计划要落空了。那再看到美国能够在这个科技战里面胜出吗？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云南发现超大规模的稀有的土矿那根据了解这次超大规模的这个离子吸附在这个稀土矿里面，潜在资源达到115万吨，其中还包括了关键的像这样子的稀土元素超过了47万吨那这个有望成为中国最大宗的这个重稀土矿床。好，那现在中国也要重启对美国晶片的这个倾销调查了。那成熟制程呢，将成为拉锯战的新阵地那在这片的这个晶片大战当中呢，已经有扩大成熟制程晶片了，而且未来而且有来有往，逐步也成为这个中美双方调查和管制的新焦点了。那在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呢，再看到人才的部分现在全球人才分布版图要重塑了。美国的高阶人才虽然还是第一名，但是中国快速崛起。我们看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美国的人才大概占了3万多人，那这个中国呢大概是1万多人16.8%，可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崛起了，这个比例已经比美国还要更高了。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大家讨论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热线，是不是代表中美关系要改善了？我觉得这一通电话不可能一通短的电话就谈这么多的事情，是，这只是双方展现一些态度而已。
那电话里头大概也不会伤了和气或干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中美之间会改变过去拜登时期的状况的一个新的开端。是，但是你说会有什么剧烈的变化，我觉得还要再评估，因为川普看起来现在比较着重在关税这一块，是，那对其他的这些东西，它好像不是他现在最关注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的关系可能会暂时不像拜登末期这样剑拔弩张，但是你说会缓和到哪里去，我觉得也未必见得，甚至到川普执政中期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也不一定。是，对，所以我觉得这还要再看。那只是呢，现在对全世界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关税人到底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局面呢？他真的要如他在竞选的时候，或者甚至他当选之后所不断在宣称的，他要加这么多的关税嘛？那这样加下去，会对美国跟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都是各国现在在积极因应评估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台湾照理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朝野先不要去彼此之间互相的怄气，而是应该大家赶快去因应一下未来美国到底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这个是我们应该赶快去研究因应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没在想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放在那边给他躺平就对了。现在在想大罢免。对啊，我就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因为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是严阵以待的。那只是呢，我觉得美国要用这个中国大陆过度补贴他们的造船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要去对大陆造船业加关税。我觉得这很好笑。你知道好笑在哪里？美国有什么去跟人家在造船业有什么去跟人家竞争的本钱啊？是，你不但造的比人家慢，还比人家贵很多。这跟补贴不补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你美国的造船业已经被打趴，根本就不行了嘛。讲实在话，现在你同样要造一艘船，中国大陆的时间大概连美国的一半都不用。可是呢，人家的价钱还比你便宜很多。是，那你觉得全世界造船要找谁？他当然不可能去找你美国嘛。你不只是跟中国大陆没得比，你跟韩国也没得比啊，跟日本也没得比啊。美国造船业就是废嘛，所以你自己废，不要去怪别人，别人太强，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这样讲也没有意义。你就算加了关税，也救不了美国的造船业。讲实在话，就是这么简单的。但是呢，中国大陆显然已经警觉到，因为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引发了中美贸易战。那现在川普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依存度其实低很多了。去年一整年整体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依存度已经只到11.2%，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警讯。美国再想要过去这样对付中国大陆，恐怕没有这么容易。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大家看到，在川普选上之后，他就开始对习近平讲好话，是称赞，然后呢，这个有点捧。那现在通了电话了。我们讲两个大国之间开始做的一个定调。那川普也邀请习近平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习近平才不上这个当，但是也不能够打你的脸，所以呢派 No.2 国家副主席韩正去。我觉得这个阶层够高了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的这个作为大家要了解，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先礼后兵。但川普不是给你先礼后兵，他这个叫做交易的技术，交易的技巧，5个步骤，这5个步骤不见得绝对就是一个接一个，有的时候可能2、3个同时做，捧、要、谈、交、打，先捧你，这个交易嘛，是让你立场软化，让你心防薄弱，然后他要提出要求。这个要求就伴随着他可能就会有关税下来，要准备对你开刀施压，要谈要达到他的交易的目标。如果交易不达成，他就会再打更大的关税，或者用关税以外的经济工具，甚至是军事工具、地缘工具、台湾棋子来打你。是，各位了解这整个。那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够大，他才会用先捧哦。像是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他对加拿大跟墨西哥捧都不捧你，太小了哈，直接的跟你要，是，不要你就要直接就开始跟你打。所以各位，今天是18号，好，20号3天后，因为美国时间晚我们1天，对，川普的第一天，他的关税
三国，三国的意思不是那个《三国志》的三国，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他讲的要针对3个大的国要提出关税。1月20号，他会针对加拿大、墨西哥25%，他自己写的。1月20号，他会针对中国所有的商品10%，他之前还讲过60%。所以呢，川普的第一天在关税的3国上面，他怎么去打这个组合拳？我觉得很有可能，他第一天就行政命令砰下去，加拿大、墨西哥25%，中国10%，是，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先放的，然后呢只打中国，10%打下去。第三种可能呢，也就是3国都打，但是呢，也许不一下提25%或10%，可能先提一个比较少一点的这个数字，那在短期再提高。这就我刚刚讲的，他捧你，然后他也同时在提出他的打击，然后呢，他要跟你谈，要跟你坐下来谈。现在我们知道，他那个财政部长作证的时候，他已经讲了，那个第一阶段的协议要中国要赶快去执行，那个是4年前的事情。然后呢，是不是第2阶段的协议，他就开始要谈达成不到60%，台湾问题、地缘政治可能都会来。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们在看这个有关于习近平主席跟川普总统2人的会谈的部分呢，其实那个如果以川普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川普他直接就把内容简略的发送在他的Truth Social， 也就是真实社群上面。那他讲的很简短啊，就是非常好的通话啊，然后讨论了有关于平衡贸易、芬太尼、TikTok 以及其他许多的主题啊。他说，和习主席希望这个全世界能够更和平、更安全啊。但是我们以后啊看这个有关于美国新闻啊，就看Truth Social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啊，他短短的8个小时里面啊，发了13篇，也就是以后他就是也不透过这个发言人，就直接他就是一个新闻台了，对，他就是新闻台。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外交部他的说法就比较详细了他特别讲到说，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然后以及重大关切。那核心利益跟重大关切，第一个指的是什么？第一个指的就是台湾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国人以及赖清德总统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习近平主席已经把这件事情直接放在台面上了。然后他这边强调，中美那个贸易的本质啊，其实是互利共赢。那对抗冲突不应该是大家的一个选择啊。他最后还讲到了有关于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部分。其实习近平主席也关心到这个问题，而且最后同意建立了战略沟通管道。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呢，刚刚我们已经听到说有关于关税的部分关税的部分造船来讲，美国在去年他造了几艘船他造了不到5艘啊，不到5艘，对，商业造船不到5艘啊。那所以呢，他在1975年不是5艘他在1975年其实是70艘，一年70艘，那差很多，对，差非常多。因为从1980年代他就开始友善外包、友岸外包这些我们都不要做，这些黑手的工作我们嫌弃，通通丢给东亚的这些国家做，然后他们就去搞什么制药啊，搞律师啊，搞 AI 啊，去搞这个有关于高科技啊。结果现在回到基础建设的竞争的时候，他竞争不过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去年的接单量接超过整个世界的60%啊。是。那其他我们讲到的韩国跟日本其实都没有超过20%，所以我们这样子看来现在那个川普总统他会受到这一些工会的那个压力，那他当然会祭出制裁。不过你永远无法抵抗中国大陆一旦变成白菜价跟你们的竞争，那这个白菜价不是牺牲了劳动人口的那个获利，也没有政府的支出，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这么便宜。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川普伤人在即，但是拜登的烂摊子是不是丢给川普去来做解决了？现在大家很谈论非常高的就是这个 TikTok 的甩锅给川普了吗？因为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9-0啊裁定维持 TikTok 非卖即禁法案啊，那现在这样开始，大家都开始进行讨论。那美国最高法院呢，现在在周五维持了像这样子TikTok 非卖即禁的法律。那 TikTok 怎么讲呢？像 TikTok 禁令再添波折，最高法院维持禁令，但白宫说留给下任执行了，也一下子就留给川普去做了。那现在拜登的政府将留给下一任来做执行。那川普的态度是如何呢？川普说敬请期待，他也没有明讲到底要怎么处理。那现在呢，川普讲完敬请期待之后呢，这个周受资呢，现在也谢川普说承诺解套，会尽力确保 TikTok 继续繁荣。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The more than 170 million Americans who use our platform every day to connect, create, discover, and achieve their dreams. On behalf of everyone at TikTok and all our users across the country,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commitment to work with us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keeps TikTok avai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好，那接下来川普会怎么处理呢？现在还大家要继续看下去。那现在呢，美国网友开始在嘲弄美国政府了吗？怎么说呢？现在美国媒体有报道说，中美网友共同完成了对美国政府的欢乐嘲弄。这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评论作者，叫做 Amanda。他怎么讲呢？他说，在他看来他体验了小红书的第一手观察。他说，在他看来这些友好的互动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政策的欢乐嘲弄，像是全世界对美国政府开的一个玩笑。你用担忧中国干预逼我们出走，结果呢，我们走出去了，却是另外一个中国的 App。所以呢，现在也被人网络上大家也开始互战了。那中国的强大用户呢，和美国的新来者一起自发性的表演一场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嘲弄。TikTok 不能用，大家跑到小红书去用。那 TikTok 难民现在转战的小红书中美网友狂欢互动，说跟中国的间谍来做团聚他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激恼我们的政府了解中国，并且和你们一起，我们决定下载一个真正的中国的应用程式。那中国大陆的专家就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说美国炒作小红书威胁论是害怕中美网友在做交流这个情况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叫做李勇他认为一些美国的政客始终无法接受两国的民众交流升温，担心中美友好互动会使得他们推动反华的议程难以为继。所以可能背后有这样子的政治情况在出现了。那再看到现在美国网友涌入了小红书华春莹他笑答说很高兴他说这个有人问他说，有国外的记者问华春莹对于美国网友涌入小红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用英文回答说很好看到这件事很高兴，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同时间也有一篇新闻指出说华春莹现在已经不再兼任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好像也有这样的这个脉络出现。好，那再看到就是说现在呢，美国网友呢嗨用小红书你看到这几个画面非常的嗨。那现在呢，美国网友基本上拿出看家本领用才艺有些在唱中文歌啦，有些跳圈啦，甚至跳舞啦。那中国网友觉得很惊讶哇，这几天好像都在看艺文表演的感觉这个各个奇招都在国外的这些网友呢直接到小红书上里面去上演。好，那现在小红书的外国用户开启了这些这个争端了吗？或者是开始来在争执了吗？现在包括了近日大量的美国的网友涌入中国的社交 App 小红书不少人驻扎多年的外国网友开始一些讨论了，甚至一些网站的情况的发生了。我们看到一下外国网友就说你吃过泡面里面加这个淀粉肠吗？我们看看他怎么讲。
Refugees, go back to where you guys came from, okay? We were here first, okay? We were like the oldest child, right? And we were here first, and then you guys came along. Everybody started giving you guys all the attention. We're the real deal. We're the OGs, okay? Did you ever do HSK? Didn't think so. Have you even been to China, bro? I mean, like, have you been to Zhumadia? Have you been to Langfang? Didn't think so, bro. Have you ever cut up a elephant child with a pair of scissors and put it in your Fang Bian Mian? Didn't think so, dude. You guys don't even know what Fang Bian Mian is. You guys are beginners. You guys are amateurs. I've been here since 2014, dude. I've had more wahaha yogurt than you've drank water your whole life. You guys aren't even Lao Wai. You guys are just like foreigners. 所以现在呢，看得出来哦，快有网友用起来非常热烈哦。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我觉得美国最高法院当然不意外了，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判决大概就是这样，但是9-0，一个意义也都没有。是，我真的是觉得，美国以后还好意思告诉大家，你们是一个主张自由平等、自由贸易的国家吗？这个一个国家的法令可以说，你这个外国企业，你不是卖给我，你就给我滚出去。这非卖即禁哦。这美国是在跟全世界宣示我就是个强盗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还蛮悲哀的。曾几何时，美国一个代表自由象征的美国变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我觉得还蛮丢脸的。那但是拜登也蛮厉害，就是他自己心头也很清楚，如果最高法院这样一通过，他马上立刻执行，然后川普马上把他解禁，那拜登就变里外不是人。就等于他塑造了川普变成美国年轻人的英雄，是，所以他不干这件事啊，他就说那个留给下一任政府决定，反正我没剩几天了，留炸弹给下面的去接。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拜登在这一阵子哦，剩下最后这1-2个月的时间，他决定了多少事情啊？把很多不该他决定的事情，他全部都决定，然后留这个东西他不决定，是，这个显然就是让他不想去当这个坏人啊。那可是问题是，川普会想当吗？我认为川普大概也不想当，为什么？当然，他故意要留这样的一个期待给你们，然后因为你让年轻人逼越多年轻人害怕 TikTok 会消失，跑到那个小红书去，其实对川普来讲就是一种胜利，因为等到他一上任一宣布说我不进 TikTok， 那年轻人欢呼回归的时候，会认为是谁的功劳？是川普的功劳。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目前的一个策略，但周受资有点破梗了。直接告诉他说：“我们感谢你的帮助。”是，讲太快了。对啊，他其实应该配合川普一下，假装担忧一下，要演一下了。对啊，我认为川普应该是会开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导致最近这一阵子，就是这些美国的难民逃到小红书去。其实这不凸显了一个现象吗？就是第一个，在网络的世界，年轻人你是关不住的。是，对啊。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对美国来讲，这都是一个讯号，大家使用的自由。对，年轻人总是会想尽办法去突破。说真的啊，很难想象你一个连中文都不懂的人，你跑到小红书去，你到底想看什么？但是问题是，人家就是可以发展，他就是看到很多他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等于你逼着年轻人，在过去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他只单方面接受你美方的资讯的时候，现在你逼着他们主动去寻找相关于中国的资讯，这些资讯也许不一定完全都是正面，但是呢，至少是跟以前美国人想给年轻人的完全不一样，是，所以会让他们发现很多新大陆，这是美国人想要的吗？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照理来说，面对 TikTok 的强袭，你美国人应该去发展一个更好的平台，去打败 TikTok， 而不是用禁的方式去把它禁掉。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心虚跟愚蠢。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我其实觉得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就等于是帮美国又筑了一道高墙。这个高墙也就是国家安全的论述可以去跨越任何言论自由、国家之间的人民交流。这几个大法官真的是年纪太大了，而且他不应该做过这个事。过去美国的大法官，我念过美国宪法的课，是他对于其实有政治上的争议，尤其跟外国有关系的，他都会尊重联邦政府的权利。这个司法对于相关重要的一些主权、外交或内部政治争议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会让政治人物来决定。司法不会去走在前面。那因此他这个决定，我其实觉得不对。第一个不对是，他走在政治的前面，因为拜登跟川普都说。这个东西其实他们有意见嘛，他们要处理嘛。虽然是法律就通过了，但你要认为它是合宪不合宪，
你要考虑到政治人物的考量，是因为这个有国家利益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居然9-0都说，哎，这个国家安全可以跨越、超越言论自由，这美国已经落后了。这个最高法院已经不受到重视，为什么呢？你知道 Z 世代在美国12岁到28岁有多少人？7000万人。28岁到44岁，他们叫千禧世代，有7200万人，所以加起来1.4亿。TikTok 上面有1.7亿哦，是，所以而且大部分当然就是这些44岁以下的 Z 世代跟千禧世代。那现在到小红书上面的有多少人？200万人，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小红书在做什么事啊？对账，checking，物价是上海的物价跟我们美国的物价比一比，然后呢，房租，然后油钱，然后医疗，甚至美国大兵跟中国解放军士兵退休的人在那边比较他们的薪水。这可以。美国大兵的薪水一个月，他说他签5年，一个月后来是1500块美元，但是光房租就1000块。那中国这边，你当兵还要付房租啊？是的，因为基本的他没有办法去负担。是，他说在中国当兵是包吃包住好，所以我也第一次看到原来有这样子，因为他在小红书上面有这样子的一则已经在传。是，所以这个就表示什么？不只是中国跟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开始在交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就是一个全球化就带来的相互的交流、相互的理解。过去美国的政治人物不愿意你看 TikTok， 为什么？他不准你去受到这个太了解国外。结果现在小红书上反而真正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出来了。这年轻人从此可能不再跟你反中，也不再跟你鹰派，他们甚至觉得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 BYD 的这个车子这么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对美国反而是一个警讯，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要真的要思考。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其实周受资在前几天他就已经露馅了，他说他要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如果你要被禁了，你还会去吗？动作已经先预告了对，其实动作已经预告了，但是那个时候大法官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没有做成决议啊。那我们在这边讲那个有关于小红书跟 TikTok， 其实它是2个不同的一个产品那有关于 TikTok， 它最关注的是网红本人，所以我们听这个，我们在看 TikTok， 或者是甚至是中国大陆本土所使用的抖音，它关注的是这个个人。可是小红书不是，小红书是他关心的是你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有关于那个纽约时报他有一个作者，他讲说，他在小红书上面的体验是什么？他特别讲到说，他要输入的爱好，他说他输入了婴儿护理啊、书法啊、零食啊这等等。所以小红书他关注的是你的喜好，然后根据你的喜好呢，跟别人的喜好连结在一起。这是他们的思考其实不太一样的，而且其实这就是世代的差异。例如说啦，像我这个年代以上的，大家都在用还在用 Facebook，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轻熟女都在用什么？都在用 IG 但我讲的是轻熟女可是现在年轻一代的都在用什么？年轻一代的台湾的其实大部分也都在用抖音我们仔细想一件事就好了。这前几年为什么在这种国中国小社群，这个科目3为什么这科目3这么红？因为大家都在用抖音，所以科目3才红如果大家都看 IG， 如果大家都看 Facebook 的话，会有这么红吗？其实没有这么红那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世代的差异对于使用的偏好事实上是不同的。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记得川普本人其实他是饮水思源，吃果子拜树头的，所以我们大家就像他讲的一样，拭目以待，看他怎么样来应对这个 TikTok。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接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川普啊跟习近平通话了，他们有谈到台海的一个问题哦。习近平呢跟川普啊谈到台湾要美国慎重处理。那川普说呢，这个通话对中美非常好。这个里面内容包括说，中美之间哦，难免会有一些意见分歧的一些问题哦，但是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的利益跟重大的关切。那对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台湾问题哦，这关乎到中国的国家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希望美方务必要慎重处理。那美联社也报道说，美中关系啊，预计将成为川普第2任期的一个重点。两国呢，在贸易、在技术还有台湾等紧张的关系上面呢，迫在眉睫。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访台会见赖总统的彭斯哦，他说这个美国人民呢关注中国在台海的挑衅，是不是有点两面手法的感觉呢？好，这个彭斯说啊，对中国在台海、在印太日益增强的挑衅行为，美国人民深切关注。那赖总统也说了，他说川普啊，首任政府期间啊，因为潘斯的大力支持，让台美关系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前副总统呢，彭斯访台，然后强调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他怎么说？他说美国呢对台湾的支持啊坚定不移，虽然他不再呢代表美国政府发言，但是他也深知美国人民珍视台湾人民的关系，也不会放弃台湾。可是他说他不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那他讲的东西也被质疑是不是空话，所以这引发大家讨论。另外一个看到现在中国跟美国无人机的对决情况。好，现在呢，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啊曝出共军在2025的训练要点，要探索无人智能。这2个新的领域的训练，这个是呢大陆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叫吴谦，他怎么说？他说全军的军事训练呢，聚焦在现实安全的威胁，要深入实际作战的场景下训练，来强化联合作战体系的演练，甚至还要积极探索无人跟智能等新的领域的训练。那另外也看到说，这家的承包商呢，将打造超级兵工厂生产军用的无人机，这是美国国防的承包商要打造超级兵工厂，他要准备进行在中部进行大型的先进制造的设施，预计会带来4000个工作岗位。那对于该州呢兴起的高科技产业来说呢，无疑是如虎添翼，所以有点较劲的意味。那现在呢，美军要联手民间部署多功能的无人机，来拓展作业的范围，而且要提升效能。现在啊，美国的陆军啊，正在寻求业界供应多功能的无人机。那美军的规划，这些无人机将从高空的大型载具发射，执行像是这个情报监收、还有监视、侦查等等的任务情线。所以呢，中美现在开始要无人机对决。那看到印太的部分，呢是不是反而会开始加剧紧张的局势了？现在解放军呢，获得美国这个 AGM-158C 的反潜导弹参数，现在港媒报道说已经用在南海的东北模拟战争当中了。这个是南华早报指出他说中国的军队已经获得美国的最新的反舰的导弹关键参数，而且会用在这个模拟战争当中。那对比我们看到现在要加强核主力现在美国10架的 F-35A 飞机已经抵达了冲绳，已经有10架那以加强对中国还有北韩的核主力。那期间呢也会参加对于美军的年度来对抗北方。那美国这样加强印太空军基地防御来自中国的潜在攻击，因为美国一直在加强印太的空军基地来确保避免受到攻击的同时呢，外界也对于日本菲律宾还有南韩等空军基地将面临潜在的中国打击脆弱的性表达担忧。那现在呢，华府的智库也点出说，川普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印太的盟友推向中国，因为现在就有华府的智库分析川普的政策呢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美国、日本推向中国大陆。那也有外国的智库也认为川普对中国的立场模糊可能会升高印太爆发冲突的一个风险情况。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通话有谈到台湾情况？
一定会谈到台湾啊！你觉得习近平跟川普怎么可能不谈到台湾？那当然，习近平大概就是一定是表示台湾绝对是他不可碰触的底线，这是你绝对不可能去谈这一方面的问题。那川普，我觉得他大概就是打哈哈，也不会做什么承诺，也不会做什么保证，对，大概就是双方先试探一下对方的立场，跟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那这就代表川普未来会怎么样或不怎么样嘛？其实我觉得都不见得，也就是川普其实我觉得他现在就还在评估当中。那重点是在什么？重点在川普一直在关心的是中美之间的问题，而不是台湾的问题。台湾很多人经常把台湾无限扩大，觉得台湾好像是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全世界都在瞩目的一环，认为中美为了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冲突。抱歉，根本就不是这样。川普已经讲过很多次，台湾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小比肩而已，他根本也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他在乎的是美国的利益。那只是在台湾能够让美国获得多少利益而已，我觉得这才是川普关心的重点，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妄自尊大。那至于说赖清德在这时候邀请彭斯来台湾，那当然他都会去宣传啊，什么台美关系史上最佳啊，什么。然后老实讲，你们一直在强调这些，一直说台美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到哪里去？有几层楼高？我不知道。对啊，因为到底高在什么地方啊？是美国现在重新承认跟台湾建交了吗？还是说美国要驻军台湾了吗？还是美国提供给台湾什么先进武器了吗？通通都没有啊。那请问一下，台美的高度到底高在哪里？你要讲出一个实质的东西，不能自己在幻想。我觉得这反而可能会造成另外一种危险。彭斯现在已经不在川普的政府里头任职了，对，他没有任何一项实际的职务，所以他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他个人意见。如果要以这种来玩两面手法的话，我个人觉得恐怕台湾人没有这么容易上当吧。因为这个彭斯讲的话能够代表谁？只能代表他自己而已，没错，谁也不能代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要把彭斯无限放大，放大好像是川普在玩两面手法，我觉得恐怕就有点搞错对象了。那至于说未来的战争是无人化，然后无人机的大量运用，这个是已经在战场上实际演练给你看，所以这都是各国必须要去努力的方向。解放军会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必然的。美军也会往这个方向走。美军已经从乌俄战争里头发现它的无人机有极大的缺陷，也就是过去美国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是高价昂贵的无人机，可是这些在战场上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有用。那所以他现在要转趋这种小型化的，然后灵活的、造价低的这种无人机，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跟民间的公司合作，这是正确的方向。台湾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可是问题是，它能够发展到多强？它的价钱是不是真的能够压低？这些都是很大一个状况。还有，我也觉得美国在发展无人机的同时，你为什么不投入救灾啊？你洛杉矶现在情况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赶快把你的无人机科技投入进去呢？我觉得这个应用非常非常奇怪。那至于南华早报报道这个也很诡异啊。他说，解放军已经掌握 AGN-158C 的参数，到底怎么掌握？美军现在没有对我们 AGN-158C 没有在实战中发射过，对啊，所以他到底怎么获得这个参数？所以南华早报又是怎么得到这个资讯？这当然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他绝对是解放军在演练的时候假想敌。我觉得他也许是用另外一种模拟的方式，也就是从他的构型啊，从他的美军已经公布的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去模拟一些参数推测出来的，对，推测出来来进行一些演练，我觉得这恐怕会比较可信哦。那至于说美军的部署，其实大家都这几年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也就是美军是在向后部署，向后部署，对，它不是向前，也就是你看哦，他把他的这些重要的防空设施啊，然后重要的军队，其实基本上都在往关岛方向撤，甚至在往第三岛链在撤。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认为解放军对他第一岛链的威胁越来越大，甚至第二岛链。你看关岛为什么之前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从关岛调过去的？表示他在关岛已经部署了很多防空系统。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关岛也会遭受攻击，而且很可能直接面临空袭。所以我觉得美军的整个部署态势都呈现这样。大家认为第一岛链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安全的地方吗？恐怕未必见得。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们这么说啊，也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6代机的话，我们在之前有关于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相关的报道，他就特别的强调有关于智能跟协同。其实，在珠海航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概念机啊，
没想到11月12号珠海航展结束没多久，12月26号那个真机就已经飞在空中了。我们这样讲啊，解放军现在直接使用无人化，而且它无人化的程度超过我们想象。例如说，我们一般想到有关于游荡炸弹，那就游荡炸弹了嘛，就是一个炸弹飞来飞去。人家不是哦，它就是以无人机投放游荡炸弹，而且这个游荡炸弹在它还没有进行攻击的时候呢，它先进行一番的一个征收，那这个征收的内容，它又再传给无人机，无人机再传给谁？无人机再传给卫星啊，卫星再进行统整，统整什么？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是我在珠海航展的时候所看到它的一连串的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视频啊，我把它一个一个截图下来。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卫星传给它的预警机，预警机传给这边。这个就是歼20或者是歼35，然后这边这一架，它再传过来这个就是无侦8啊，所以它这整个的是我讲到的体系化作战，未来的作战体系化作战。当然无人机很重要，可是无人机是实际上进行打击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整个体系化就包含在这里，其实它有云端，还有分析架构，还有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智能协同、数据处理的部分，它都已经完整的统整起来了。那至于说我们看到有关于关岛的部分啊，关岛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在意呢？其实因为它是在第2岛链上啊，我们之前。那个赖清德总统说他在第1岛链，这个是错误的。那个地理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对，他讲错了。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在意这件事呢？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在2009年的这一段，一直到2019年这段期间，其实它的舰艇的数量是偏少的，所以它直接呢就采取以陆制海的这一种。战略。什么叫以陆制海？以这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弹道飞弹，那这种弹道飞弹不但可以攻击陆地，还可以攻击海上活动目标，叫做海陆共打。那所以我们讲到说，为什么现在美军他这么重视，也就是标准3型防空飞弹的拦截，就是中段反导的部分，其实原因在这里。那我们刚刚讲对陆地上的攻击，我们来看看美军以及解放军还有我们台湾怎么做准备？这个是美军的基地啊，我们看到它除了外面的那个有关于混凝土的建构之外，它里面还有钢板，这是人家的机堡啊。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加手纳它的机堡，它的机堡不但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它还有前后门把它关起来。那也就是说，那个炸弹或无人机没有办法从这个大门飞进去。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解放军。现在解放军大规模的在重整它的基地的基础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上面有2层的不同的磅数的混凝土，它在前面有这么厚的一个钢门啊，也就是说，它不是薄薄的一层钢门而已，那这叫做防爆门啊，也就是你哪怕是2000磅的炸过去都不一定能够打得开。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不是我当爬墙党啊，这个是。那个我从网络上搜寻的，还有网络的那个浮水印的证明啊，这是我们在花莲的那个有关于机堡的部分。至于现在有没有提升，听说好像是没有，就长得这么单薄啊。那长成这么单薄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抵抗解放军的攻击呢？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就是我们要以敌为师。想想那个现在无论是美军或者是解放军他们做什么准备，我们也要做同等甚至更好的准备。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川普跟习近平这个通话，然后在他上任之前3天，同时大陆这边提出来要美国慎重处理台湾议题，这是怎么解读？什么意涵？第一点，我觉得这是个定调。第一，定调就是中美之间其实是可以互动合作，还可以通话建立战略沟通管道。但是台湾议题，他就提出警告，因为这个是他的核心利益。你川普第1任的时候跟中国打的是贸易战、关税战，拜登呢在贸易关税上是川规败随，所以维持当时
的这个关税的比例。可是拜登呢，打科技战，是打到最后一个礼拜他还在打。现在川普上来，他要打什么？我们看很清楚，他准备要打关税战2.0，但只有这样子吗？他的关税战2.0现在的野心显然比第1.0第一任的时候要大很多，要全球打，每个人都打，而且要打得很重。对中国大陆，川普的第一天，我觉得可能就会公布10%的税。哦，什么时候会到60%？但是公布又怎么样？公布之后呢，他要谈。如果他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东西，他会扩大打击面。可这个时候啊，打击就不只是关税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用别的筹码棋子。如果今天美国要跟大陆打关税战，我的感觉，大陆在过去这7个月准备好了，而且已经提出一些反制。科技战也就是这样子，你科技越打越建国，越打越振华。也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市场，它的半导体出口去年已经来到1500亿美元，而国内的消费差不多也比这还高，只不过是先进的被你卡那个技术。所以关税战、贸易战你要打，我就跟你硬硬。是这个东西啊，都是七伤拳呐，双方都会受到伤害，双方也都在找硬硬之道。大陆开拓更大的其他的市场来取代，对不对？黄豆就不跟你美国买，就不跟巴西买。夏威夷豆呢，就不跟你夏威夷买，跑到肯亚去种。所以这些的做法，他就提出一个警告：你台湾问题，如果你要把它当棋子筹码，你要跟我打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那是我核心的利益，你要慎重处理。因为看川普就上个礼拜他的国务卿卢比奥提的书面报告要进行到参议院的听证。加上在听证会所讲的，那完全就是符合整个美国两党共识，就是不断的抗中、反中、批中，然后把台湾要当棋子。因为卢比奥怎么说？他支持台湾的这个叫做所谓无人机，以及不对称作战，甚至呢所谓的这种豪猪战略。豪猪战略就是要把我们全身装满了刺，像豪猪一样往前冲，那就是打仗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一线嘛。他的这个说法就上礼拜他讲的，是。那美国的媒体、议员，每个人都拍手。当然，这是他作为要通过任命他讲的话，是不是代表的川普的政策，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习近平就提出警告：你在台湾议题上，你要慎重处理。你要关税战，我跟你打关税战；你要科技战，我跟你打科技战，都不怕。其实伤你也伤我，到时候看谁受伤比较深。等你要打台湾，把台湾做棋子筹码，你要慎重考虑。我们台湾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进去？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